大家好，我是一剑，欢迎来到与我同行。我们今天漫步的街道是新宿歌舞伎街。歌舞伎街是新宿的地标，是日本乃至亚洲最大的红灯区。在这长宽600米的范围内，聚集了约5000家，包括娱乐、餐饮、风俗业在内的店铺，是号称越夜越美丽的不夜城。不过，我这次选择的漫步时间却不是在夜里，而是白天。我想看一看，经过一夜的灯红酒绿，激情退却之后的歌舞伎街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？看一看阳光下真实的歌舞伎街。好，心动不如行动，让我们出发吧。从新宿站东口出发，步行大约7-8分钟，我就看到了歌舞伎街标志性的楼牌。据说这个楼牌以前比较矮小，后来因为这里发生了一场火灾，低矮的楼牌阻碍了消防车的通过。痛定思痛，街道里的商家们出钱重新修建了现在这幅高高的楼牌。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起走过了人行步道，我就来到了歌舞伎街的入口。这时我看见了一个穿红背心的驼背老人，推着一个打扫卫生的小车从街道里走了出来，看样子是刚刚给街道里的店铺打扫完卫生走了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天气异常炎热，可老人车上的遮阳伞并没有打开。街口处停着一辆绿色的蔬菜水果搬运车，一定是在给那些消耗殆尽的料理店补充原材料的。同样，在水果车的旁边停着一辆黄色的补充高压煤气的卡车。走进街口，路上的行人并不多，到处停放的都是各色补给车辆和急匆匆行走的维修补给人员。不多的路人，看上去与其说是来消费的，倒不如说是行色匆匆的路过人。不远处映入眼帘的湖南菜馆，据说这是华人李小牧所开。李先生是歌舞伎街名人，这里停放着一辆饮料补给车，而街边的案内所也已经落下了闸门，旁边停放着等待清理的垃圾袋。这是一家拉面店，看上去就很有食欲，很好吃的样子。蘑菇、猪骨、鸡蛋，这是一对年轻人匆匆路过的样子。这是一补给员，啤酒补给员。带虎头的店又是什么呢？很奇怪。哦，这是一个开业的物料案内所。哦，看来白天风俗店也在营业，垃圾还是垃圾。感觉白天的歌舞伎街就是补给车多，垃圾多，消费的人少。这又是一家开业的风俗店案内所。哦，这里的工作人员巨大的侠心，巨大的照片。这里的案内所是无料的，但是他们从店里面会提到回扣。对面的好像是正规的烤肉店，日本正规的烤肉店。哎呀，还是牛吉烤肉店。左侧这个带着鬼怪的又是什么店呢？看不透。歌舞伎街真的是很有特色，与普通的不同，看不透。这个店站在门口营业中。哦，走出了一位女士先生。什么店？能看出来吗？来过的朋友们，我真的是看不透是什么店。右面肯定是烤肉店的。这位大叔不知道什么路过。这是欧美的观光客家，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。和牛，松板牛，可能是松板牛。右侧是观光的路人，很热哦。左侧是 game
就是那种用雕东西的那种 game。对，这也是 game， 娱乐嘛，娱乐游戏业。匆匆路过的路人，都是匆匆，这是维修人员、不轨人员，匆匆路过的路人。这个是面包车，实际上也是不轨车。这个也是清理维修啊，这是维修嘎死的，这一宿这店铺消耗也很大。垃圾车，这又是垃圾车嘛。感觉整个白天就是清运、清理、补充、维修，为着下一个不夜城的激情狂欢做着充分的准备。这是一家歌厅，它的名字也很有意思，唱歌铁人，难道是很能唱的意思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感觉歌舞季节这些店铺的名字都很有吸引力，看到名字你就想停下来看一看的感觉。左侧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是游戏，感觉好像是激斗士。右侧的这家激斗士，你名字也很有意思，感觉应该是烤鸡肉店吧。走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，整个歌舞季节就很少有一条你一直能顺利通过的马路，街道总是弯弯的，就像一座迷宫。从设计之初，他们就是这样设计的，就是让你走不出这个，很不容易走出这个消费区，就把你留下来，为了消费。左侧又是一堆垃圾，街上放的也是一些个搬运车、运输车辆、补充车辆嘛。左侧也是一个游戏厅、游戏业。你看，我前方右侧倒是有一些年轻人，对，是一群有活力的年轻人。在不畏炎热，依然极会跳舞。这是我在这条街上今天白天唯一看到的阳光下的活力。这也是一个穿着黄背心的推着蓝色小推车的不轨人员。这里是一家台湾料理店青叶。看到这家料理店，不由得让我想起，据说眼前这条亚洲最大的红灯区歌舞季节，竟然是由台湾华侨所创建的。这要追溯到2战之后，当时的日本还在战争的废墟中挣扎，物资匮乏，百废待兴。东京的新宿区域成为了黑市的中心，人们在这里进行着各种交易，以求生存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一群台湾华侨抓住了机遇，他们与驻日美军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，从而能够获得稀缺的物资，并在黑市上出售。这些台湾华侨逐渐积累了财富，成为黑市经济的主力，并逐渐在新宿站附近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日本政府开始整顿新宿的黑市，这些台湾华侨被迫寻找新的发展空间，而歌舞季节这个当时尚未开发的地区成为了他们的新战场。在众多的台湾华侨之中，有一位名叫林以文的商人，他决定在歌舞季节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建设。他的家族在日本经营着药厂，战后积累的财富使他有能力购买大片的土地。他明白，如果要让歌舞季节焕发新的生命，就必须打造一个能够吸引人们的娱乐中心。于是1947年，林以文先生在歌舞季节修建了第一家电影院——新宿地球座。这个影院不仅是战后东京第一座大型娱乐设施，还放映了日本第一部彩色电影，迅速成为了全东京的热门地标。随着观众们的蜂拥而至，歌舞季节的名声也开始在整个东京传播开来。林以文先生并未就此止步，他继续投资建设了更多的剧场和娱乐诗社，使歌舞季节逐渐成为了东京夜生活的中心。
人们开始习惯在这里度过夜晚，享受着歌舞季节带来的无尽欢乐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位台湾华侨李和珠也在歌舞季节展开了他的事业。在1946年，他就推出了一款名为小钢珠的赌博机，这种简单而刺激的游戏迅速风靡全东京。凭借这款小钢珠，李和珠赚得盆满钵满。但李和珠并不满足于此，他开始进军歌舞季节的娱乐业，开创了多个剧场和音乐厅。他将这些娱乐场所打造成了东京最受欢迎的娱乐场所之一，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和艺术家。李和珠的努力使歌舞季节的娱乐产业更加多元化，也进一步巩固了台湾华侨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。在台湾华侨与歌舞季节的故事中，林在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。他在歌舞季节建设了枫林会馆，这个会馆也成为了当时东京最著名的娱乐场所之一。尽管后来由于发生了一些恶性事件，枫林会馆的生意受到了影响，但它依然是歌舞季节重要的地标。林在望的后人至今仍然在歌舞季节商会中担任重要职务，延续着台湾华人对歌舞季节的影响力。现如今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歌舞季节的霓虹灯光依旧闪耀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而在这些光影背后，虽年代久远，那些台湾华侨们的故事依然在悄然地流传。他们用智慧和汗水，将歌舞季节打造成了如今这样一个越夜越美丽的不夜城，一个东京夜生活永不凋谢的传奇。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歌舞季节，我的直观感觉就是，白天整条歌舞季节就像一条经过一夜高速奔驰的列车，正在进行着进站后的维修、补给和清理工作，为着下一个夜晚的奔驰急匆匆地做着准备。而像洪悲心这样的老人，这样一群小人物，正在酷暑下洒着汗水，用自己白天辛勤的劳动支撑着那些阔佬们夜晚的纸醉金迷。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，尽管人们一直都在努力地追求着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漫步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